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的另一集。识别一个有效的回调是市场中最具挑战性和关键的步骤之一。如果您能获得既能识别有效的回调，使您能够识别真实的订单块，并识别市场中的诱导区，那可帮助您避免潜在的陷阱。今天在这个视频的主题是如何识别市场中的有效回调。我将向您展示不同回调的类型和如何用蜡烛识别回调。好的。让我们开始吧。什么是回调？回调的本质是价格走势与当前趋势相反的暂时逆转或暂停。当买家和卖家争夺市场主导地位，导致趋势产生内部流动性，其特征是低效率或静态流动性等待被清除或填充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价格会经历逆转和对主导趋势的短暂中断，在继续其总体方向之前，填充内部流动性或清除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知道如何识别有效的回调。如果没有识别出有效的回调，您将无法识别即将到来的价格走势，例如持续趋势、有效的结构破坏和反转模式。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需要识别有效的回调。如果我们将这段波动视为有效的回调，我们就确认了结构破坏。此外，我们可以识别由结构破坏而位于底部的订单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等待价格达到我们的订单块，并预期方向反转向上。我们可以通过订单块的最高点视为我们的进场点。然而，让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如果我们确定的回调被证明是无效的，而我们错误地将其视为有效回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订单块将失去有效性，价格并且很有可能触发我们的止损。好吧。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使用蜡烛来识别回调。蜡烛回调识别的特征是这样一种模式，其中价格行为产生连续的看涨蜡烛，每根蜡烛都超过前一根蜡烛的最高点，这表明单个看涨波动的强劲上升势头，因此每根蜡烛的最低点必须保持相等或高于之前蜡烛的最低点。此条件表明市场看空势头受到限制，整体趋势仍然以看涨为主。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看跌基于蜡烛的下降趋势的情景，其特征在于以下模式：价格行为会在每根蜡烛上产生连续的看跌蜡烛超过前一个最低点，意味着单一看跌波动中的强劲下行势头。至关重要的是，每根蜡烛的最高点保持相等或低于之前的蜡烛。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在看涨情况下识别有效的回调。当一根蜡烛跌破前一根蜡烛的最低点或有效扫除其流动性时，就会发生有效回调。例如，在这图中，最后一根红色蜡烛已跌破第三根绿色蜡烛的最低点，表明有效回调。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价格未能突破低于最后一根绿色蜡烛的最低点时，不能考虑为回调有效。重要的是，蜡烛的颜色不重要，在看跌情况下也一样。当一根蜡烛突破前一根蜡烛的最高点和清扫流动性出现时，我们视它为有效的回调。让我们看更多的例子，考虑一系列看涨蜡烛。如图所示，在形成3个连续的看涨蜡烛之后，价格形成一个暂时的停顿，以3个看跌蜡烛的出现为标志，然后恢复向上推动。正如前面在看涨场景中提到的那样，有效的回调，价格必须跌破在之前形成的最后一根看涨蜡烛的最低点。在这，它不符合有效回调的条件，因为没有一根看跌蜡烛突破了该最低点。好，让我们看另一个例子。在这例子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回调呢？答案是不是的，因为在第2个蜡烛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形成之后连续的看涨蜡烛出现暂时停顿单一看跌蜡烛，因为价格尚未突破之前的任何低点。此序列中的蜡烛，因此我们也不能将其视为有效的回调。相反，如果看跌蜡烛与前一个看涨蜡烛形成相同的高点，和随后的蜡烛突破并扫过看跌低点蜡烛，它符合有效的回调。这些概念也适用于看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则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时间范围和任何价格。但在我们继续之前，如果您到目前为止喜欢这个视频，请订阅和点赞，因为它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并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将来讨论哪些主题，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它们来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视频。在这里，我们有黄金1小时时间框架。
如你看到的，这里的价格处于强劲的上升趋势。现在让我们通过以下方式确定可能的回调分析图表。让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看到一系列蜡烛，后面跟着几支蜡烛为标志的暂时停顿。我们从最后一根看涨蜡烛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绘制线条，在这蜡烛里，全部蜡烛未超过该看涨蜡烛的低点，因此这不符合有效的回调。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继续向其主要方向发展。我们在这绘制最高点和最低点，当价格跌破最低点时，我们才有有效的回调。在本视频第一部分介绍了回调的基本概念后，我们现在有能力识别市场中的有效回调。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深入研究高级回调的概念，包括交易者可以选择的各种回调类型和市场上也可能会遇到相关交易策略。回调可以分为3种不同的模型：激进型、修正型和流动性清扫型。现在让我们深入研究每种回调类型的细节，并探讨如何利用它们来增强交易计划的系统性。第一种回调类型是激进回调。激进回调的特点是针对当前趋势的快速而急剧的回撤，通常发生在几根大而强的蜡烛图上。这些蜡烛很快就回撤了近期价格的一部分波动。假设我们有一系列像你所看到的这样的蜡烛，价格已跌破该蜡烛的最低点即反转，因此我们有一个有效的回调。这里的价格在完成修正波动后反转并被推高而出现低效率，所以这里我们有结构破坏。因为价格已经形成了结构破坏，我们可以确定该需求区域。当价格达到这一水平时，它很有可能逆转。接下来，我们等待价格再次下跌并回调进入我们确定的需求区域，价格会产生快速剧烈的波动，并带有强劲的蜡烛迅速回撤到我们确定的需求或供应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考虑进入市场，即使有确认模式的出现，如在较短时间范围内的出现市场惯性改变或翻转模式。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如果价格随着强劲的蜡烛快速而剧烈地进入供应或需求区域而不减弱其势头，则很有可能价格不会对该区域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交易者需要密切监控价格行为，并避免这样的情况。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第二种类型的回调，即修正回调模型。修正回调、逐渐回调通常由回调价格中的多个较小的蜡烛组成，会产生几个内部结构和价格减弱其动力和波动性。当它接近重点区时，正如我们之前在这个例子中提到的，我们有一个回调，因为该蜡烛的最低点已经向下突破。随后我们有一个有效的结构破坏，并且我们有一个有效的订单块。我们相信，当价格到达该区域时，它很有可能反转。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修正回调模型会形成多个具有多个较小蜡烛的内部结构，直到达到我们确定的重点区。尽管当价格达到我们确定的需求或供应区域时，我们可以使用聪明的前概念各种进入模式，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我们确定的订单块的最高点下限价订单，并等待价格激活它。或者我们可以通过等待价格进入我们确定区，然后放大较短时间范围来实现。这是更保守的方式，寻找市场惯性改变或逆转模式，以确认市场结构转变来进场。现在让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回调类型——流动性清扫型。在这种类型的回调中，通常扫描流动性会等待在我们的兴趣点附近，价格会产生流动性，通过形成流动性区域，如同高、同低或趋势线。在价格达到我们的预期之前，认识到流动性扫荡模式至关重要。这种模式确认了我们的供给或需求区域的强度。例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回撤形成了同样的低点，也创造了巨大的流动性低于双底。这表明在这存在许多挂单和止损等待被我们确定的需求区域附近的市场触发和扫除。通过关注具有流动性扫除模式的区域，我们可以增加交易的可能性，并减少陷入虚假信号或陷阱的风险。我们确定的需求区域上方流动性的存在，为我们的兴趣点的潜在价格反转提供了额外的确认。既然我们已经有了想要的进场点，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耐心等待价格将流动性扫除同等低点以下，然后在兴趣点做多进入市场。这样做，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需求区买入。如果我们想优化我们的入场点，并通过更严格的止损获得更好的风险回报率，我们需要放大到较低的时间范围，并等待价格进入需求区域，并显示任何市场结构的变化信号，并且在较低时间框架上形成新的需求区域后，我们可以考虑进行交易。好，这一集就到此。我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有的话，请按下赞以表达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来的，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下一集见。